幽州城，沈飞牵着一匹毛色鲜亮的红马，胸前背着一个大筐，样子也是怪异的很。沈飞逛了一圈，发现在现在的幽州城完全和后世的京都没法比，因为这里没有故宫。沈飞在心里感慨，也是，这个大禹朝是历史上不存在的朝代，唐代之前的历史是有的，唐代以后的历史就转了一个弯，和真实的历史不一样了。沈飞走累了，决定找个客栈休息休息，顺便给2个小妞妞喂奶。沈飞也发现了这2个小妞妞没有小福宝好带。小福宝那时候，沈飞要是想不起来喂奶，他就忍着也不哭，就等沈飞自己想起来的时候才给他喂奶。沈飞听到杯筐里哼哼唧唧的声音，就知道这俩孩子又饿了。沈飞的奇怪造型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，毕竟谁背筐不是把杯筐放在身后呢？哎呦，东家，你看那个背筐的小子还真有意思啊。柳君寒转头扫了一眼，谁料看到沈飞之后双眼一亮，于是不管身后的伙计，直接快步地向沈飞跑了过来。沈飞身前突然出现一个大黑影，还吓了一跳。你想干什么？沈飞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柳寒君呐，宋燕的表哥。哎，是你呀，还真巧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你。走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沈飞认识宋燕，但对柳君寒不太熟，人就有些迟疑。我表弟知道你和唐侯爷被人抓了，特意给各地的药材商都送了画像，你现在呀是很引人注目的。宋燕，我真谢谢你啊。好，那咱们要去哪里？我在幽州城有房产，你先跟我离开。好。柳君寒给沈飞戴了一个白色的围帽，然后带着沈飞母女3人离开了。沈飞不知道有个人看着他的背影激动了好久。此时2楼的包间内，唐之灵看到沈飞和柳君寒离开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非常不舍。他站在2楼上，能清楚地看到沈飞胸前的背筐内放了2个婴孩。2个小妞妞醒了，在背筐里面并不老实，也是一直在蠕动。唐之灵目光贪婪地看着沈飞的背影消失。少主，你在看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幽州就是太没意思了。这段时间何文何武2人也是贴身地保护着唐之灵，那真是做到了寸步不离。这也是唐之灵见到沈飞之后没有直接上前相认的原因。他现在都是唐国公手中的棋子，怎么能让妻子也身陷囹圄？刚刚他的手紧紧地握住床框，才控制住自己想下去的冲动。他不能暴露，他现在是失忆之人，不能认出沈飞。王子，要不然咱们去城外跑马吧。好啊，咱们去城外跑一圈。王子，等等我。大哥，少主好像很开心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刚刚没有任何异样啊。沈飞跟着柳君寒直接回到了柳宅。唐三夫人，请跟我进来。刚才柳君寒太激动，直接喊了沈飞的名字，现在察觉不太合适，但是又不能喊唐侯夫人，那样容易暴露。沈飞想到自己已经曝光，唐三夫人被有些人听到也容易暴露。你喊我沈夫人吧。这称呼，要不我喊你沈妹妹如何？这样也可以掩人耳目，你就当做是我的表妹。沈飞可不喜欢什么哥哥妹妹的称呼，那样听着黏黏糊糊的。要不然你喊我江公子吧，身份是你的表弟。好，那江表弟你就先回房间休息一下吧。柳君寒离开之后，沈飞吩咐道：你们去给我打一些清水过来，我要梳洗一下。是，江公子。沈飞进屋之后就感到暖和不少，他急忙把2个小妞妞拿了出来。看到2个小妞妞红红的脸蛋，沈飞有些心疼。妞妞，都是娘不好，让你们跟着吃苦了。2个小妞妞哼哼唧唧地哭了起来，她们也是饿得很了。沈飞没有办法，立即就解开衣襟，开始给2个孩子喂奶。江公子，热水准备好了，放在门外就好。小丫鬟非常奇怪，但是客人没说她可以进去，她也就离开了。沈飞给2个孩子都喂了奶水，又给2个孩子换了尿不湿，才把门打开，热水端了进去。沈飞叫热水也是幌子，他可以进去空间清洗，但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只能是把样子做足了。沈飞把门插上之后，2个孩子吃饱了又睡着了。沈飞再次进了空间，直接在实验室的卫生间里洗了热水澡。1个时辰之后，沈飞打扮一新的出来了。这时候沈飞已经戴上了人皮面具，面具是沈飞用实验室里的液体硅胶做成的，用的还是环保材料，一点危害也没有，不仅贴合肌肤，还非常逼真。
不仅如此，他还给自己做了假腹肌，有8块腹肌的那一种，脖子上的喉结都有做。只不过他的个子娇小，看样子就是个半大少年。江表弟，你好了吗？好了，这就来。沈飞快步跑回内室，把2个小妞妞一个背在后背上，一个挂在身前。2个孩子都绑好之后，沈飞才推开门走出来。你是谁啊？是我换了一个脸。你看，我这喉结都是假的。沈飞直接把喉结的硅胶拿下来，然后又粘上，反复来了几次。好了，我信了。你这面具也太神奇了吧，真的毫无违和感呀。我以后就以这个容貌出现了。柳君寒接受了沈飞的乔装，才注意到他身上好似五花大绑一样。那个表弟啊，孩子是可以放在屋子里头的，有丫鬟看着呢。不用了，我带着就好。我真不是乖孩子的人啊。那好吧，表弟，那咱们先去吃饭。好。此时城内的一处小院落内聚集了一些人。大哥，咱们已经来了几日，要去找公子了。公子身边时刻都有人，咱们这些人靠近不了。不过咱们可以试着把监视公子的人调走，然后找机会去见公子。姑爷现在是唐国公的挡箭牌，姑爷身边不仅仅是只有那3人的。靖王爷当初是留下10人，跟着武阳和武丹继续北上找人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多留一些，除了这时候高手非常难培养之外，还因为安北那一战，靖王爷的亲兵死了不少，靖王爷自己身边的人都没留多少。蒋干现在的心里非常着急，特别是知道北靖王在安西都护府又和西突厥打起来了，他现在恨不得立即就赶过去，但北靖王的命令又不得不服从。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姑爷的消息，就是大小姐还没找到。唐之陵在城外骑马，骑了2个小时，人才安静下来。他太高兴了，心中的愉悦像是要溢出来一样，不发泄出来，他觉得他会忍不住。唐国公这个老狐狸可不是护卫这些人，他非常的了解自己，只要自己的情绪不对，很快就会被察觉。王子，咱们回去吗？杂凡，你以后也称呼我公子吧。王子，这样显示不出您的身份。踏拔玉那小崽子，你也称呼王子？难道你也是他的人？扎凡虽然是鲜卑人，但是知道主子都不喜欢不忠心的奴才。好的，扎凡以后称呼您公子。好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扎凡听到唐之陵这么说也很开心，他感觉从这一刻起，公子真的接纳他了。那好，我上次看到你一只腿挂在马上，身子都快掉下去的那个姿势，你教教我。好的，公子，您看我给您试验一番。唐之陵和扎凡2人一个教一个学，气氛也是好得不得了。何文和何武2人就站在远处看着2人玩耍。大哥，我觉得少主更喜欢那个鲜卑人。那又怎么样？现在他是少主，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不是了，有什么可在意的？大哥，你说的对，唐之陵毕竟不是主子亲生的，咱们的少主还得是玉公子。这样的话心里明白就好，以后不要再说出来了。是，大哥。唐之陵现在学习起来也是非常刻苦，好几次差点都从马上摔了下来，可是他都没有喊一句。这次被绑架的事给他提了一个醒，那就是自己不强，永远都会被别人踩在脚底下。小时候没有吃过学习的苦，长大了总是要加倍努力。他幼年顽皮不懂事，大了一些又中毒了，身体一直不强健，所以才造成文不成武不就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，他要自己脱困，快一点一家团聚。特别是看到沈飞和柳君寒一起离开，唐之陵心里还是希望陪在沈飞身边的男人是他。虽然知道沈飞不会看上柳君寒，可是他还是不想沈飞多接触其他外男。天色黑了下来，唐之陵才结束。唐之陵回到营地之后，唐国公就知道了他的行踪。唐之陵根本就不管何文的行动，到了营地，何文何武对唐之陵的监视就少了。毕竟在营地，唐之陵也翻不出什么浪花。老三今天都干什么了？怎么这么晚？主子，三公子今天似乎很兴奋。兴奋？是，三公子今天跑马，嘴角都是上扬的，而且学骑马的时候比平时更积极了。除了这个，没别的了。我听说你们今天进城了的，有什么不寻常的吗？没有，
三公子没有离开我的视线，也没有和任何人接触。好，老三那里只要他不闯祸，不出幽州城，他干什么去哪里都行。以后没有重要的事儿，不必每日来禀报了。是，主子。唐国公已经完全放心唐之灵了，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做，没必要时刻盯着一个棋子。宋燕去了一趟唐侯府，不仅是带回了药丸和小车，还把李嬷嬷带进来了。哎呀，少爷，福宝少爷，哎呀，老奴没看好家呀！哎呀，嬷嬷，怎么了？福宝少爷，咱们府中遭贼了，这今年赚的银子都没了。太子听到之后有些奇怪，但想到唐之灵的俸禄，又觉得没多少。福宝弟弟不要急，大不了我把你们丢失的银子补上。小福宝上下打量了一下太子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嬷嬷不必着急。哎呀，怎么能不着急呀？那是10多万两的白银呀，这全都丢了，还有夫人的陪嫁全都消失了。多少？到底是10几万两？太子还只是太子，他要是不贪钱，他自己也没有很多。10几万两，这可不是一笔小钱。毕竟他皇上老爹私库也不丰厚。他刚夸口的话，这嬷嬷可别当真呢。差不多13万两左右。六皇婶还真是生财有道啊。嬷嬷放心，那些钱都被娘亲藏起来了，没有丢。啊，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太子殿下，您再多派点人手吧，把侯爷和侯夫人找回来吧。太子听到李嬷嬷这么说，想到刚不久收到的消息，脸色也不太好。嬷嬷放心，我们会有安排的。来人，先送李嬷嬷到我的住处。李嬷嬷就这样被领了出去。福宝弟弟，幽州的事儿要怎么办？太子觉得情况不乐观，他们有人质在唐国公的手上。至于京城的唐家人，太子不觉得那些人是唐国公的软肋。小福宝想到白日的消息，也是小脸紧绷。只听到了唐之灵的消息，可是娘亲却毫无音讯。小福宝真是担心的不得了，比起唐之灵，小福宝更担心和牵挂沈妃。想到沈妃大着肚子不知道生没生产，小福宝的眼中闪现疯狂。那些人必须要付出代价。他的小手紧紧握着黑甲军的兵符和令牌。太子，咱们去里面说话。福宝弟弟药已经取回来了，不先给父皇服下吗？没事儿，还死不了。走吧，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。太子心想，这福宝弟弟是多不待见父皇呀。小福宝和太子来到旁边的偏殿，才吩咐道：让你身边的大伴进来，我有事找他。去，请常公公过来。小太监急忙地跑了出去。很快，常公公就走了进来。奴才参见太子。大伴，快起来，腿可是好了一些。无碍，很快就好了。小福宝不管两人的热络，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：徐慧如今人在哪里？小福宝这话让常公公的身子一僵，他看了一眼太子，见他没反对，就开口道：徐慧人在西关局。徐慧曾经可是先帝身边的红人，只不过先帝去世之后，皇上以徐慧照顾先帝不周为由给打发走了，如今是最下等的内侍，负责给死人治丧的活计。去，把这人带过来，悄悄的。大伴，派人把人带来吧。是。常公公点头称是，同时在心中嘀咕：这徐慧难道还有机会再起来不成？徐慧第一次见到小福宝的时候，瞳孔微缩。见过太子殿下，福宝少爷。小福宝看到跪着的徐慧没了过去的风光，但是风采还在。常洛，你带人都离开。常禄看了一眼太子，见他点头，才默默地转身离开。抬起头来。他伸出小胖手，把令牌拿了出来。知道怎么做吧？您。小福宝摆了一下小胖手。带着令牌去找那人，让他尽快进宫。太子，写一份出宫的旨意，让他出宫。福宝弟弟，你要找谁？等人来了，带你见见。小福宝有点无奈，本来应该直接告诉昏迷那货的，
现在还是先告诉太子吧。徐慧紧紧地握紧令牌，她没想到她还有机会。看到小福宝那神似先皇的小脸，还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气度，徐慧产生了错觉，好似眼前的小人就是先皇一样。不过不管这小孩是怎么知道的，这支军队总算是能曝光了，也是好事。徐慧想到新皇对他的排斥还有嫌恶，加上那时候他并没有令牌，所以也不能告诉新皇这个秘密。徐慧拿着出宫的旨意直接离开。福宝弟弟，徐慧找谁去了？黑甲军的头头。福宝弟弟，父皇知道黑甲军的存在吗？当然是不知道啦，这不是没来得及交代吗？好在遗诏是早就准备好的。走吧，给皇上喂药吧。圣旨还是得皇上来下才行。小福宝哒哒地跑到床边，看了一眼昏迷的皇上，吩咐道：取一碗清水过来。太子，现在宫里是多事之秋，你父皇昏迷，这小福宝不适合再生活在宫中，还是尽快送出宫吧。母后，现在皇叔和皇婶不在，福宝弟弟出宫了怎么办？他必须在皇宫才行。太子，母后，福宝弟弟必须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我才安心。您不要再提把他送走的事儿。太子，你竟敢顶撞我！母后，现在宫中人心惶惶，后宫还需要您来稳住。唉，太子，你真是长大了。皇后见到这样的太子，心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生气。算了，孩子都是要长大的，态度强硬未必是坏事。皇后离开之前还特意的看一眼小福宝，小福宝根本就没把皇后放在眼里，他的去留不是皇后能决定的，真的把他给惹毛了，他就找国舅爷开刀。他可太清楚皇后在意什么了，哼！宋太医，皇上这药……徐院判还以为这是宋家的神药，看宋太医的眼神都热切起来。宋太医很尴尬，但是又想起了儿子的叮嘱，这锅他们宋家必须得帮侯夫人背着。祖上传下来的方子，这老宋还防着他呢。小福宝给皇上吃了药丸之后就不再管他了，他又和太子两人去了勤政殿。此时恭亲王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太子殿下，臣有要事禀报。恭亲王，请随我来。恭亲王手中拿着折子，快步地走了进来。太子，微臣接到最新消息，益州王有异动。小福宝听到恭亲王提起益州王的时候，心里大致有了猜测。老三那人是个心大的，应该是觉得皇上昏迷了，他又有机会了。三叔他难道还想攻打长安不成？太子殿下，为京之计，只希望皇上能快速地醒过来，否则其他封地的王爷恐怕也会有所行动，尤其是益州要格外的注意。益州距离长安城不远，咱们也不能不防啊。太子从来没有想过他这几个叔叔会行动，现在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他以为只要对抗外敌就好，谁知道这时候被敲了一闷棍，家里也可能有内贼。太子下意识地看了小福宝一眼，小福宝也听到了恭亲王的分析，他的心里也懂此时局势的风险。大禹朝看似平静一片，只怕内里已经是翻江倒海了。来人，去把中书舍人曾蕃请到勤政殿。恭亲王看小福宝的眼神都怪异起来，这小娃娃请曾蕃来，难道是草拟圣旨不成？太子殿下有什么吩咐？去请曾蕃前来。是太子殿下。这时候出去许久的徐慧带着黑塔一样的男人走到勤政殿门外。经过禀报之后，徐慧和令策走了进来。令策见到小福宝的时候就跪了下来。属下参见主子。他们这支军队只认令牌不认人，谁有令牌和兵符谁就能操控。如今这令牌和兵符在小福宝的手中，令策也是一切以小福宝的命令为先，哪怕他还是个小娃娃。更何况这小娃娃和他从前的主子这么像。令策，你起来吧，我有事情要交代给你做。是主子。迅速擒拿全阳辉、詹静、朔方郡的卢天纵、樊楼郡的范良济、会宁郡的张冠芳，秘密押送回京，如反抗可以就地斩杀。是主子。小福宝把一半兵符交给了令策，他快步地离开了皇宫。恭亲王心里一凛，这几个人全家和詹家可都是老牌家族了，
不过他们和唐国公这人牵扯颇深，至于剩下的那3人为什么要被拿下，恭亲王不是很理解，但他也不会阻止。恭亲王只是听过黑甲军的存在，但是黑甲军的头领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太子殿下，皇上醒了。好，太好了。于是3人又返回了飞霜殿。此时皇上已经睁开了眼睛，刚刚他醒来之后，身边一个情人都没有，皇上的心里还有些空落落的。现在见到太子和小福宝在一起，就扫了2人一眼。皇上还是有些责怪太子这儿子的，竟然在他昏迷的时候不亲自照顾自己。醒了也好，正好可以干活了。冯宝，你去把皇上的玉玺拿过来。皇上心里惊讶，小福宝这毛孩子都敢发号施令了。你要玉玺干什么？再不行动，你的江山都保不住了。皇上吃惊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他怎么觉得小福宝好像哪里变了，不是过去那个香香软软的小娃娃了。这时候中书舍人曾蕃直接被带了进来。曾蕃见到皇上醒了，非常高兴，还以为是皇上召见的他。微臣拜见皇上，太子殿下。起来吧。皇上，可是有什么要吩咐？皇上懵逼的摇头，他现在也没有圣旨要下。是我让你来的，听我的。曾蕃斜睨了一眼还没有他儿子大的小豆丁，这小子是不是搞错了？这可是圣旨，开什么玩笑，不带这么宠孩子的。立即把唐府一干人押入天牢，无论是嫡支还是旁支，全都下狱，2个月后处决，没收全部家产。皇上心想，这是不是太残暴了点？不过抄没家产能有好些钱呢。还有，唐家人只要检举唐国公的罪行，有功者可以酌情处理，甚至可以免除死罪。曾蕃下意识点头，他也觉得国公府的人早就应该抓起来了，仅仅是违禁，唐国公又怎么会投鼠忌器呢？唐伯府私造，有伙同唐自宗谋反的嫌疑，藐视皇权，没收伯爵爵位，施家全都下狱，请大理寺严查施家。曾蕃原本还觉得小福宝一个小屁孩能说出什么有用的话，只是小福宝的提议都是很好的决定。皇上看小福宝的眼神都变了，这不是曾经的奶娃娃了。想到曾经抓阄的蠢事，皇上的心里五味杂陈。下面写几封森次的折子。是。曾蕃下意识的点头，看小福宝的眼神都亮晶晶的，这个调调他喜欢。一个君主的决断力还是要有的，要知道机会可是一闪而过。大禹朝正是多事之秋，让益州王把藏在蜀郡的武器都献出来给朝廷抗敌，让廷州王派私兵去支援北郡王。我知道他有5万私兵，告诉他唇亡齿寒，大禹朝要是被西突厥给攻占了，他这个王爷也当到头了，别想着只是看戏。让泉州王送点银子过来，不要再和朝廷哭穷，他们研究出了新的制盐方子，已经赚得不少，那钱都是不义之财，这次就放过他，但银子必须交上来，100万两银子打底，不要想着蒙混过关。老四幽州王不知道现在怎么样，会不会被唐之中给当人质呢？不过那是个没脑子的，幽州刺史叛变竟然都察觉不了，也是活该。小福宝小人不大，皱着小眉头想问题的时候，真是可爱的紧。可是他刚刚说出的话，让屋子中的人都惊住了。皇上的内心有1万匹马奔腾而过。老三私自建造武器他不知道，小福宝竟然连藏在哪里都知道了。还有老二那个大胖子，平时装的人畜无害，只知道吃的货，私兵竟然有5万之多。还有那个老五，每次进京都和他这个哥哥哭穷，还经常说父皇偏心，给他分了个泉州那破地方，除了海水什么都没有。他这个皇兄看在老五是个好的，还给了他不少的赏赐。皇上的内心是震撼不已。幽州王呢，他有没有什么猫腻？皇上目光灼灼地看着小福宝，想听他继续说，可是小福宝已经停止了。很快曾蕃的圣旨就写好了，皇上彻底沦为了盖章机器，开始给一道道圣旨盖上玉玺。最后任命陆明泽为将军，率领5万兵马讨伐唐自宗。皇上听到是陆明泽，心中一动，这个计策妙啊！
陆修陆老将军之所以折死在上古郡，和唐志忠脱不了关系。陆家和唐志忠的关系不仅仅是国仇，还有家恨。好，就这么写，就这么写。皇上说完，脸上就火辣辣的，有点丢脸，是怎么回事？曾帆写完之后，皇上轻咳一声：“曾爱卿，有些事是不可对外人言的，你明白吧？”微臣明白。皇上称呼他为爱卿了呢，这可是皇上对宠臣才有的称谓。曾帆的脸上布满笑意，他和皇上有共同的秘密呢。曾帆走出去的时候，人还有些恍惚，可是他不知道，这几封圣旨下去，也是掀起了不少风浪。益州距离长安城最近，他是最先接到申斥折子的。益州王愤怒地砸了一个茶杯。他怎么知道我的武器藏在哪里？难道是我身边出现了内鬼？益州王狐疑地看着屋子中的几人，幕僚和长史们全都跪了下去。王爷，我们真的没有泄露。益州王眼神锐利地看着众人，跪在地上的都是毛骨悚然。益州王是最像先帝的人，那手段可比皇上狠辣多了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幕僚和长史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后退了出去。敢出卖他的人，他一定要让那人好看。后面几天，各个封地的王爷都接到了圣旨，他们原本还有些蠢蠢欲动的心全都歇了下来。他们也是发现了，这皇上是在扮猪吃老虎啊！平时装的人畜无害，最是宽宏大量的人，现在发现就是个黑心馒头。他们各封地的情况根本都在朝廷的掌握之下，他们辛辛苦苦几年攒的家底儿都被皇上划了走了。